为给傅宁送过敏药，怀孕5个月的我遭遇车祸，人被送到医院时，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我跪求医生晚2个小时手术，只为让傅宁听听孩子最后的心跳。可电话接通后，传来的却是傅宁白月光的催促：“衣服都脱了，还不快点！”我咬着牙痛哭道：“我出车祸了，我们的孩子保不住了，你来医院看他最后一眼。”闻言，傅宁满是不耐：“林之念，你现在已经下作到用孩子吸引我的注意力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要真像你说的，孩子没了，那你也可以从我家滚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一个跟社会脱节3年的家庭主妇，没了我还怎么活？”可后来我真的滚了，摇身一变成为严氏地产龙头继承人时，他又跪在我脚边，磕烂了脑袋，求我原谅他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结束通话后，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到谷底。这个孩子是我和傅宁跑了无数医院，开了几10个处方，才终于见效怀上的。我和他曾经是相爱过的，但自从沐雨回国后，他就变了。我也因为他的背弃，觉得心寒。一直到清宫手术完成后，我回了家，准备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。门打开了，却在一片叫好声中见到了被层层闪光灯围着的傅宁和沐雨。2人身上的衣服只有几根布条，沐雨依偎在他的怀里，2人宛如一对璧人。在我踏进房间的那一刻，周围的嘘声响起。傅宁看着我不耐烦的神色很明显。林之念，你不要一回来就扫大家的兴好不好？沐雨和你不一样，他拍的照片是要放在时尚周刊上的，你能不能别甩脸子给我们看了？他才说完，就扭头继续揽住沐雨，示意摄像师继续拍。我嘴唇张开，还没说话就被他忽视。偌大的客厅中，沐雨丹穿着比基尼，露着2点1线，2只腿搂着只穿了条短裤的傅宁，对着镜头，他们都笑得很甜。可很快他们就不笑了，因为摄像师在我的注视下，动作变得迟疑起来。林之念，你是不是太闲了？不过就是几张照片而已，不至于嫉恨到这个地步吧？傅宁生气地大喊。他见到我含泪的眸子，眼神中有一闪而过的心虚，可是还是理直气壮地叫骂。我不想在一堆人面前吵闹，压着嗓子，尽量平静地回复他：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人流后的胚胎，你要不要和我去医院看一眼？过了今夜，他就要被清理了，这辈子你都见不到他了。沐雨对我的话不屑一顾，他一只手搭上傅宁的肩膀，直接嘲讽起来：林之念，自己的孩子你都能咒死，你也配做个母亲？你这点小心机，不就是想要阿宁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吗？居然这么恶毒地诅咒自己孩子。本来还有些惭愧，低了头的傅宁很快抬头皱眉，大声叫来保安：快来人，把这疯婆子给我拖出去，让她别再打扰我们拍摄。左右都有保安过来架着我，我身心俱疲，垂着头发，半跪在地上，咬牙怒视着傅宁：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就去医院给自己的孩子收个尸。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想要你傅家因为一个小三弄得声名狼藉，破产清算。傅宁停住了拍摄动作，在思索中望着我消瘦的身影，有了动容，却又因为我后面的话皱起了眉。不等他说话，沐雨不急不躁，却又恰到好处地开口：林之念，你骗人也要打个草稿，谁不知道你一怀孕后隔三差五的就要傅哥哥给你做这做那，恨不得24小时都围着你一个人转。你不就是借着孩子要挟他吗？他今天好容易休息一下，玩大冒险输了，我就出了个主意，
让你送点哮喘药过来，只是想看看你对傅哥哥都几分真心而已。就算是没有，也不用这么恼羞成怒的跳脚吧。”傅宁也转了身子，认真地盯住我的脸，想要从我脸上看出背叛的痕迹。对啊，小雨的赌约还没有结束，我的救命药，你到底给我拿了没有？药！我气急反笑，因为他们的一个玩笑，让我一个大肚子的孕妇冒着暴雨去送药，从而害死了我一个未出世的孩子。他居然还敢问我要药？没有，我告诉他，好，很好。他猛地站起，冲到保安面前，一下子将我推倒在地。他的眼神很冷，一瞬间又回到了我刚见他的时候。不可一世的副总林之念，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背信弃义的人。你不过是刚脱了贫困县的底层人，有什么资格享受我的衣食无忧的好处后，还连这点小事都不做？哪怕是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的命，都抵不过我和沐雨的这个药。今天你必须去给我拿回来，别再拿无辜的孩子来要挟我了。我摇摇头，宽大的棉服罩住了我的身子。才是秋天，我却因为人流而觉得无比寒冷。傅宁，你先给医院打个电话，就知道我没有再骗你了。我真的流产了。我半坐在地上，仰面看着他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总是和院长眉来眼去的。你们想要骗我，不是很简单的事吗？沐雨也站起来，斜靠着沙发轻笑。傅哥，别和他多说，你在这和他费劲，人家和他费劲在了别处呢。见人的嘴巴就是臭。我强撑着身子，颤颤巍巍的要站起来，想给他一耳光，手才举起来，就被傅宁一把按住。他的脸上满是愠色，难怪之前周末帮我和小雨遛个狗都没空呢，看来是早想着攀高枝了。可以啊，真有你的，怪我之前瞎了眼，每个月还往你身上砸了几千块当生活费，说不定都给了别的野男人了。我挣扎着被他禁锢的手腕，生疼，加上刚小产完，身体上的刺痛感更明显，痛得忍不住喊出声来。我感到自己脸上已经落了冷汗，冰冷彻骨。傅宁低头看我的眼神也变了，露出担忧，知道自己是孕妇，就该好好在房间里待着，没事别出来乱跑。好了，哮喘药不用你拿了，等我们的孩子平安出生后，我再使唤你给我干活。今天先放了你。我面色苍白，冷着脸，不想再看他虚伪的样子，推开他。傅宁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林之念，你没发烧吧？没了我，谁让你在这白吃白住？谁给你零用钱？傅宁不可思议。沐雨冷笑，傅哥，我看是肚子里的孩子藏不住了吧？要那孩子说不清是谁的，他不得赶紧找个后路逃跑吗？傅宁脸色变了下，还是镇定道：“林之念，趁我还好说话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再让人看笑话了。他傅家是半路发财的暴发户，最怕没钱没面子。沐雨是新秀模特，他自然要讨好，何况还是他的初恋白月光。”我点了点头。傅宁，离婚协议我这几天会发给你，记得签字。傅宁再不能忍受自己被下了面子，铁青着脸怒吼道：“滚！”沐雨不屑地朝我笑笑，见人就是矫情，一个拿小孩做道德绑架的女人，真是不要脸。他们不但不信我的孩子没了，连我要离婚也不相信。他们不信我有这个勇气，认为我离开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诋毁我死去的孩子。我本来准备走，现在停住了脚步，撑着气，快走了几步，来到沐雨面前，狠狠地扇了过去，对着一屋子的摄像、灯光人员。我沉着气，大声道：“我的孩子死了，你们全都是杀人凶手，杀人偿命，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”沐雨挨了一耳光后，脸颊肿起来，
委屈地带着哭腔喊了声“傅哥”。傅宁二话没说就上前抓住我，反手扣住我的胳膊，像压着囚犯一样对待我，将我领在众人面前，狠狠地回扇了我几个巴掌。我的嘴角流下血来，脑袋嗡的一声像是要炸开，鼻子里也有了鲜血，意识有瞬间的模糊。朦胧中，我听见傅宁的声音：“够了，不要闹了，你的把戏已经够多了。今天我们看清了，你要离婚是吧？马上就离。不过这之前，你还得给小雨道歉。”我眯着眼，不屑地望着他，他同样冰冷地看着我。只要你跪下来磕几个响头，真心实意地道歉，今天的事情小雨不会和你计较的，也不会起诉你。我拒绝了。沐雨跑过来，挽着他的胳膊，对我翻了个白眼。人家是孕妇，打不得骂不得，我哪敢要他道歉？傅宁自然地将手搭在他腰间，这是我家，对一个贱民，我还没有说话的份儿。一声令下，保安将我扣在墙上，我的脸死死地紧贴着墙壁。孕妇是打不得，可是没说掐不得啊。几个强壮的男人将手握成拳，在我身上又掐又拧的。几分钟后，我感到自己的肉好像一块块的掉落，身体除了痛楚外，再没有其他知觉。一直到我瘫坐在地上，一个保安在看到我身下的血迹后，才终于猛然顿住。那是什么？血！傅宁的眼眸也睁大了。知念，他冲过来，疯狂地拉起我，就要把我送到医院。我无力地看了眼他，不需要了，才小产完，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又被人暴打，当然会大出血。可我早已没了解释的欲望，只是静静地看他做出各种感动自己的深情。他拦腰抱起我，急切地吩咐着管家赶紧去开车。管家却吞吐着，没有说话。你聋了是吗？叫你去开车？他又狂躁起来。傅总，如果您是因为要保住孩子送夫人上医院的话，就不用了。刚才医院已经通知我们，夫人的孩子已经没了。管家小声诺诺，他不可置信地瞪着眼看我，我身下还在流血，染了他一手。沐雨在后面追过来，搭上他的肩膀。傅哥，不要相信他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再说了一个孩子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难道哪个女人不生吗？闭嘴！傅宁猛地挣脱开他，执意带我回了医院。再次醒来，身子仍然痛得厉害。身边的傅宁双目猩红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知念，我们会再有一个孩子的。听着他温柔的语气，我却没忍住鼻子一酸。孩子？我质问他。当初这个孩子是求了3年才来的，我喝了多少中药，给你做了多少次理疗才怀上的。你觉得小产后的我还有多少机会再生了？他不答话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银卡，里面的额度有10万，这些日子你随便花，算是我的补偿。我眼里含着泪，将那张卡直接丢进了垃圾桶里。傅宁，我孩子的命，你就是把整个傅家都卖了都不够赔的。一旁的沐雨扯了扯他的领带，轻笑起来。傅哥，看来他是打算用这个孩子吃定你了，要你一辈子愧疚，不得翻身啊！够了！他不高兴起来，眉头皱成川字。我分不清是因为沐雨的话，还是因为我。他很快站起身，吩咐管家多给我煮一碗乌鸡汤，有事情给他打电话，他会回来的。眼见着他将要消失在门外，我叫住了他。来都来了，不看看他再走？什么？他回头，眼神里有困惑。我笑了。等到他来到我床头，轻松地从枕头下取出一只木盒子，没打开就有一股血腥之气。他的脸色瞬间变黄，支支吾吾地拿手指着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一大团暗红色的血肉出现在他面前，血腥里带着恶臭，那是3天的腐肉的味道。
这是你的宝宝啊，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你不就是想要个人给你傅家传宗接代吗？怎么还是不高兴？”他捂着嘴，立刻打开窗户，就在作呕。除了最开始的那一眼，后面根本看都不敢看。听着他一阵阵的干呕声，我只觉得他可笑。平日里说爱孩子的人，原来只是喜欢美好的一面。可我的宝宝死了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形态存在，我都不会嫌弃。可他们不同。沐雨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，眼珠子瞪得很大，张嘴就是一团绿水。我恶心得紧，喊来医生，赶紧把他们轰出病房。执念，你不要怪我，这孩子是我家老爷子要的。如果未来1年内你不能再怀上的话，不但要离婚，还得返还我给你花的所有钱。哟，他这话真是叫人作呕。一个暴发户，还真是小门小户，用在老婆身上的钱，离了婚还得要回去。既然是他犯贱，我也不用再留情了。一个电话被打通，那头很兴奋：“喂，宝贝，你终于擦亮眼睛，要甩了渣男了。”华国最大的地产商林家的掌舵人，我爹正兴致勃勃地对我嘘寒问暖。我爸带了几10个保镖来接我，他说要是傅宁再来欺负我，就狠狠地捶死他。我笑了，这些年来，我因为执意要和傅宁在一起，伤了家里人的心。傅家本是个小商贩，要不是我求着爸爸暗中帮助，哪里会一跃成了小有名气的暴发户？可是我看错了人，弄得身心俱损。爸爸依偎在我床头，给我端来燕窝粥，家庭的温暖冲散了丧子之痛，而害死孩子的凶手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滴滴，爸爸的手机收到了求赞助的微信：“林总，咱上季度说好的100万研发资金怎么还没有到账啊？”是傅宁。我微笑着看着我爸，示意他把傅家的赞助转到我这里对接。今天再不发钱的话，我公司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林总，我回复他：“林家赞助你好几年，你怎么一点回馈的都没？”回复的头像和身份都是项目负责人的样子。傅宁一副了然的语气：“我懂得，林总有什么安排直接说，我让他给我安排好一场豪华晚宴，价值50个，只要他办得好，所有的开销我都能签单。那投资的100万也会给他。”他开心得不得了，还打电话约我见面。我拒绝了，可是在进入晚宴的那天，还是见到他了。他走来走去，身后还跟着沐雨和一群跟班。你说怎么我布置的晚宴，我自己反而进不去呢？还非要什么邀请函？我是负责人，还需要这鬼东西吗？我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走了进去。保安只是看了我一眼，直接就替我开了门。沐雨不满了，急忙喊住我：“林之念，这可是最上流的圈子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的。如果你只是要当个保洁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扫厕所的工作，可是绝不是今天。你给这里的人提鞋都不配。”我只是摆了个手，马上就有一群保镖冲过来，将他按到地上。保镖根本不管他模特的身份，只要是没有邀请函，一律按入侵者处理。只是揍了2拳，他嘴角就流出血来。他痛苦地跪倒在地上，保持着忏悔的姿势，像是给我孩子赎罪。可这远远不够。我心情大好，可小产后的隐痛突然上来，还是让我弯了腰。身边有随从扶住我。傅宁见了，不禁地朝我这里迈了一步，手还没有伸出来，就被保镖按住。他受伤地看着我，和我解释起来：“那天的离婚和还钱，你要是有经济困难，或者改了想法，只要你和我再怀上一个，都可以不作数的。我每个月还是会给你几千块钱做开销的。执念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那天的事情，我以为只是玩玩。没想到闹得这么大，我像看个小丑一样看他。晚了，傅宁，你的报应就要来了。”
我发了信息，让一个手下去把他带进场内。沐雨和一众人都被挡在外面。北风萧瑟，看着他们就穿个吊带裙、高跟鞋，躲在外面流鼻涕。我倒是满意，场内的傅宁对于高级晚宴还是见得少了。那些大佬们一个个的到场，彼此间碰杯交谈。傅宁还不忘拉起投资，谁知道对方只是带着微笑看他。我们来都是有介绍人的，投资也是。你不知道你是谁的人，很显然，他的身份根本入不了别人的眼里。傅宁犹豫了一下，直接就说是林家的人，惹得几个人哈哈大笑。林家扶持的人都会在圈内公布，而傅宁除了被我家赞助外，事业上根本没有得到我爸的认可，怎么会说出去丢脸？一个人晃了下酒杯，小子，你应该是吃软饭的吧？林家这2年资助了一个毛头小子，还让他开起了公司，就是你吧？要我说，外在一般，内在倒是很厚，是在说他厚脸皮。傅宁满脸通红，一只手已经握成了拳头，可是无人在意。仓皇中，他见到了在台上坐着的我，激动地大喊：“执念，你也混进来了！这里有几个老头看不起我，你帮我笼络一下呗。”他的声音在话筒的加持下变得更大。原先他有搞不定的客户，就让我出马。他以为我是靠身子或者什么手段拿下的，而其实无论是医院院长还是别人，不过都是我家产业的员工而已。他们当然会听我的话。周围一下子安静起来，2个保镖更是直接过去，将他按倒在墙上。他的头面都对着墙壁，头发被人一把揪起，恶狠狠地砸向了墙。咣当一声，清脆响亮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这么和我女儿说话？这话响起，左右的大佬都自动地让开一条道。我爸拿着雪茄，神态自若地过来，将他的脸扭过来，啪啪，又是2耳光。这耳光里夹杂着新仇旧恨，爽快又干脆，让傅宁直接喷了鼻血。他半眯着眼睛看着来人，眼皮耷拉着。我将手里的点心放下，搭着一个侍从的手过来，让我也玩玩。桌面上的白瓷盘子拿起来，直接砸在他头上。眼看见他脑袋上流下血，我也不觉得解恨。林家人向来文雅，可是一旦动手就如猛兽，不死不休。晚宴中间有个水池，他就被人浸在中间，保镖将他按下去20秒，就会拿上来透气15秒，如此反复。他吓得尿失禁，口鼻里是血水和口水不断的涌出，干净的水池里屎尿横流，真是恶心。眼见着一群人将我放在首席，他一下子哭出来：“对不起，念念，真的对不起，你饶了我这次吧，我愿意和你重新过日子。”我将脚伸出来，你把我的鞋底舔干净，我就放了你。他在犹豫间还要伸出舌头，我撤回了脚，告诫他，这场晚宴的场地费一共50万，你记得按时还借贷，不然的话，那些讨债的人怎么对付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晚宴结束后，我给秘书发了信息，通知他将原本给沐雨拍摄的杂志都撤稿。沐雨是个新秀，一下子撤掉，影响会不会不好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告知他，那些杂志都是林家入股的，他品行败坏，影响粉丝和网友可以不好，公司容不下劣迹艺人。我明白了。他很快就打了电话，不到10分钟，原本准备出刊的杂志全部撤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本来约拍的摄像师听说了沐雨被撤稿的消息，也知道怕是有了要封杀的迹象，全部都撤了约拍。不到1天的时间，傅宁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。我一觉醒来，手机里还多了78个沐雨的道歉短信。对不起，执念，之前都是我刻薄，是我对不住你，
只要你这次放过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什么都行。我将这些短信录了屏，随后发给律师，这些都是证明他之前欺辱我的证据，没有什么证据比他自打自招的强。秘书告诉我，傅宁顶着大雨跪在楼下等我，我探了个头。他原本引以为傲的身材和尊严，在全市面前一览无余。暴雨中，他脱了上衣，只穿着条短裤，和当初在我流产时拍的私密照的样子一样。念念，我求你这回把公司的资金给我吧，我真的很缺这笔钱。晚宴的欠款，贷款公司说再不还就要卸掉我一条腿。我让管家告诉他，一切都是他自己找的，和别人无关。就算是对方卸掉他2只腿也很正常。傅宁走了，一瘸一拐地消失了。他满脸的悔恨、愧疚交织在一起。拒绝他们的原谅的后果我想过，只是没有想到沐雨能这么厚脸皮。隔日上午，别墅门口就吵吵闹闹的，有一堆记者围着我家。我爸才要出去就被我拦住了。镜头里，沐雨哭得梨花带雨，就因为傅哥之前哮喘发作了。我让知念去送急救药，结果他就生气了，说我们浪费他时间，现在连通告都给我撤了。他就是不想让我们有活路啊！我还要举报他自己和医院的院长暧昧不清，是他自己自甘堕落，不想要孩子就让医院打掉了，还怪我们害了他。记者们的话筒直接戳在我脸上了。林小姐，我知道你是林总的千金，可是事实真像他说的那样吗？我保持着微笑，接着叫来保安。私人住宅，你们恐怕是没有权限进来的，还是沐雨带着你们从墙边的狗洞里钻进来了？几个保安拿着棒子就把他们撵出去了。那些记者们叫嚣着，一定会让我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。我笑了，到时候打脸的恐怕不要太快。尽管没有人再来打扰我，可是我的私信都被各种污言秽语塞满了。不少自媒体人都出视频说我道德败坏，没有感情。家里的生意也有几个因为这次的网暴而推迟了。我爸搂着我，要不要爸爸替你出手处理了？我微笑，不用，让子弹飞一会，等到高潮的时候再打脸，才痛快。网暴愈演愈烈，还有人人肉到我家地址，快递一些恶心的东西寄到家门口。不少博主表示要我给傅宁和沐雨跪下道歉。冬至那天，沐雨又在网上卖惨球打赏了。他还发动了网友实名举报我，要我弄封号，惹得不少网友又来炮轰我，并说在周末就要召开记者发布会，如果我不怕，就来对峙。开记者发布会的那天，人山人海。沐雨说，我知道法律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我今天有这么多人的支持，我不怕他。林之念，有本事你就来找我啊！他一边说着悲惨遭遇，一边亮一下接的代言广告。这些天凭着热度，他还真接到了一些代言。我在一堆人的哄吵声中出现，管家将傅宁、沐雨这些年来霸凌我的视频和文字全都整理出来，包括那天开玩笑让我拿药害我流产的视频。傅家的监控早都被我拿回来了，当着全国直播的机会全部晒出来，连院长都出来作证。当他弯腰喊我林小姐的时候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而沐雨之前霸凌过的学生也站出来了，控诉他品行低劣的事迹。一瞬间，大伙都坐不住了，记者们更是气愤，简直是拿我们当狗玩。沐雨，你恶意捏造事实，煽动网暴也是犯罪。我报了警，他很快就被带走了。临走前还在痛骂我，你不就是投胎好点吗？不然我照样能霸凌你到死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网友纷纷开始倒戈。
我将这些年沐雨在行业内打压新人、当学生时诬陷老师、霸凌同学的视频都放出来，大家还不知道吗？沐雨一直都是恶毒人设啊！他说老师猥亵他，结果还人丢了工作，还霸凌学生，让他们直接被弄得辍学了。各大微博论坛已经不堪入目了，他的黑料越来越多，之前的打赏也都被强制退了回去。代言商要求他赔付违约金，一共是50几万，恐怕他的银行卡里也没有这么多。一直到他上了法庭，看见我时还是一脸愤恨。我不屑一顾，大门开了，傅宁坐着轮椅也来旁听了。他因为欠钱不还，真的被打断了腿，恐怕下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他自愿作为污点证人，交代了自己和沐雨对我劣行，看向我时眼里多了愧疚，在我要离开时还在大喊我的名字，念念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知道你可能再也不会原谅我了，但我还是希望往后你能幸福地走下去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在一众保镖的围绕中撤出了庭审现场。我当然会一直幸福下去，而你们则会万劫不复。几天后，当我得知他和沐雨分别被判处5年和7年的坐牢时间后，还要赔付他们欠下的巨额债务时，我才终于释然。这些天，不是我要用权势打压他们，而是他们一直在欺负我。如果我正好能整治，那么我为什么不做？孩子，你的死，妈妈终于替你报仇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